我想大家都会紧张哦。像我可能站在这里，比我一个人独自走在7000公尺或是一个人没有确保掉在30公尺上面的岩壁上面还要紧张一点。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那其实我昨天晚上其实睡不着，因为昨天有来彩排啊，然后那个 Jason 就跟我说，好，他就坐在前面跟我说，好，你可以开始讲了吧，18分钟开始讲，我们来听看看你要讲什么。然后我就愣了一下，难道每个人都是看着演讲稿去讲吗？我想不太可能吧，这个也不符合我的风格啦。那你知道一位所谓外面的人称作的探险家，通常就是都不晓得下一秒钟我要做什么事情，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所以怎么可能叫我前一天就准备好今天要讲什么啊？这基本上不太可能。那所以我本来有准备好 PowerPoint 的，我也寄给 Jason 了，因为上个礼拜他一直在跟我催，赶快一定要寄 PowerPoint 给我。我就是在那想了很久，打了一堆东西丢过去。可是我昨天晚上回家看一看，我觉得看不太懂我在写什么啊。所以我昨天又把它 delete 掉了，说我不用 PowerPoint， 不用那个简报档。我决定要用一种探险的方式来讲这场演讲。什么叫做探险的方式？就是我根本也不晓得我要讲什么。然后我也不晓得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可是就是有18分钟在这里，就像一条路线在这边，就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条路线长什么样，这座山长什么样子，然后就有人跟我说：“阿展来，换你了。”然后我说硬着头皮说：“好吧，我来爬看好了所以没有确保也不晓得这个路线长什么样子，我就想说用一个 solo。我们登山的术语叫 solo 叫做独攀，没有确保，没有同伴，什么都没有，只有你自己的一种方式来爬这座山。所以，我昨天晚上想到半夜11点，我想好吧，不要想了，我也 solo 好了，我就什么都不要想，我就来到这里看着办这样子。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顺利的爬完这个18分钟。好，那还是有些东西让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一段影片好了。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رسول الله 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رسول حي على الصلاة حي على الصلاة
حي على الفلاح حي على 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啊，谢谢。这个是我们今年暑假去爬的一座山啊，它是8051公尺，世界第12高峰，叫做 Broad Peak 布罗德峰，在巴基斯坦，它是克拉昆仑山脉啊，它刚好在 K2 的旁边 ，K2 是世界第2高峰，也是号称全世界最难的山。那 Broad Peak 就在它的旁边一点点。那我们现在正在推动的就是继我们之前我们曾经从2006年到2009年，我们推动了台湾的队伍去爬全世界7大洲的最高峰啊，包括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啊，圣母峰最高峰，亚洲最高峰圣母峰啊，还有北美洲阿拉斯加最高峰等等。那我是这个计划的整个统筹的执行人。那我没有全部都登顶，也没有全部都没有，我全部都没有登顶啊。我有参加了其中3座的整个统筹攀登，那其他时间是在台湾推动整个计划的执行。那在08年09年我们成功完成了7顶峰以后，休息了1年，我们从去年又开始推动全球14座高度超过8000公尺巨峰的一个计划。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才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我今天可能也不会跟大家，今天大家可能看到很多梦想啊，大家觉得梦想永不放弃，就要坚持，找到方向就往前走，很简单，对不对？听起来很简单，可是没有错，这些话都没有错。可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我想让大家要回到现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那大家如果刚刚看到了那个影片，我们这个队伍要去爬山都不用钱的有户外用品公司会赞助，全额赞助这样子。大家看到那影片是不是很漂亮？有没有人要报名的？有没有？有没有？马上现场，赶快！今天明天最后一天，真的我们12月19号截止报名，我们甄选明年的队员。有没有现场？有没有报名的？有没有？没有。大家都没有梦想吗？大家看了那么久，听了一整天的演讲都没有梦想，为什么？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这是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所以我想今天稍微把大家拉回现实面，就是说，梦想的代价是什么？探险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它不是像大家想的就这么美好。一座山在那里，大家就去爬，回来就衣锦还乡，万民拥戴跟我不是这样嘛？你看现场大概也没有几个人认识我吧，对不对？虽然我没有登顶对这个人比较没有名气一点，可是我想现场大概没什么认识我，因为我这几天就在想说，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爬山这件事，为什么要去探险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想不出来，因为我突然发现说，爬山探险的爬山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没有生产力的一件事情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没有生产力。你看，我要花2个月的时间
去爬一座山，爬8000米，花2个月的时间在基地营，从基地营开始爬回来2个月，之前要训练，训练可能还要去国外，可能1个月，中间在台湾可能又要跑步啊、重量训练、爬山什么的，花很多时间，还要花钱。去爬一座山，可能一个人要花个50万、100万，一个团队要好几百万这样子。除了钱、时间，还要花那个，还有什么？你要跟家人别离，还有冒着生命危险。那为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回来以后也没有人给我钱了。你看我这场演讲，我才拿2000块的车马费，所以不会赚钱，爬山不可能赚钱，对不对？然后也没有办法获得什么东西，也没有名气啊。台湾在国外有啦，像法国啊，然后什么斯洛伐尼亚、意大利，可能登顶14座8000公尺的人回来还会有全国会有盛大游行这样子欢迎一个登山者。在台湾不可能嘛，对，我回来了也没有人，对不对？就算我们爬完，也不会有人扛着我们游街啊，对不对？所以根本不会有名，不会有钱，又危险，还要以生命为代价。你说是不是全世界最没有生产力的一件事情？我真的这几天我就在想说，这么危险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这实在没有营养，对不对？所以，那为什么他这么没有生产力，这么没有？听起来这么没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还要花这么多的心力去做，还要花钱，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以我们的生命做代价去做这些事情，这是很严肃的。那我想也不要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们 Bropeak 刚回来的时候，有办了一个分享会。我们我是领队，然后就带着大家队员，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过我就带着大家队员，然后访问他们，跟他分享我们攀登过程的一些事情。然后本来我准备要分享我身为领队的一些东西，可是后来时间不够，所以后来就没有分享到我，只分享到别人。今天时间好像还够，还有5分钟，可以再加点时间吗？没有我就要分享一个很实际的，就是我今年去爬 Bropeak 的时候，就在我出发前，我结婚了，我的太太有小孩，2个小孩，一个念大班，一个念2年级。就在我要出发之前，我的太太她非常的舍不得就是常常一直哭，然后希望我不要去。那我那时候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爬山比较特别啦，我有点是综合了很多种东西，有点像是我的工作，有点像是我在追求的一种东西这样，所以是混合在一起的事情。那已经要出发了，然后我太太突然好像得了忧郁症一样，就是非常痛苦这样子。那希望我不要去，因为我去是2个月，不止要离开2个月，他要承担一种好像会有一种生命危险的一种压力。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事情那我太太今天有来到现场，大家是要帮她鼓励一下。后来，我常常就在想，我也在心中也一直在问我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一件事情其实不是所有的梦想，不是你们想象，不是大家看看电视想象中就只要勇往直前往前冲，什么都不管，他就会达到如果是那就不是一种梦想。那支持我就是我要怎么样说服自己？同时也让我的家人感受到，其实我不是非要去不可其实我不是非要去不可，我可以不要去其实梦想并不是说
一定要去，非得去不可才叫做梦想，那就是变成偏执。那为什么要去？其实，因为我知道，其实去不见得会比较不好，它有可能比较不好，有可能比较好，可是不一定会比较不好。其实它是一种面对一种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我们更有机会去面对到底我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太复杂了，像我一来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的不习惯。我平常住在宜兰，人太多了，东西太多，物质，声光资讯太多，我们迷失在一种习惯里面，甚至人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可是我很清楚，就是说我如果去，先不要管说这个代价是什么，就是我如果去，其实我在山里面，我会更清楚的看见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热情和生命的价值。我回来了以后，其实我会更正面的去感受、去活、去过我的生活，包括我的家庭生活等等的，就是我会更用心，而且会更看到彼此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性。你会知道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可以不用像一般的人那样子，好像演戏啊，动不了就要哭哭啼啼啊，或怎么样。其实人跟人是可以很正面的包括你跟你的情人，你跟你的太太，你跟你的小孩，人跟人的关系是可以很真实的，他的关系是真实的，不一定就要用一种好像整天要抱在一起，然后怕谁又不爱谁，谁又不爱谁，小孩子好像你要管很多才代表爱他。等等的乱七八糟一大堆，其实人跟人关系是很真实的所以你去爬这个山的时候，你就可以是比较可以真实的去看到很多东西。那这也是要勇气，就是我们爬这个山，我们不是说就是追求一些很虚幻的登顶这个东西，我们在推。为什么叫人家去爬山？我们不是说叫人家去，每个有家庭的人，或是人家的子女的人，我们都叫他去爬，就算生命危险，我们也不管，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希望推动的是，我们可以经由这个探险的过程，你去发现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活着？当我们抽离原来的生活情境的时候。你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在一个很单纯的地方，在一个你只面对你自己，你连活着都很困难的地方，你就会很清楚的去感觉到你为什么要活着，你活着的动力是什么？这时候你再回来，你就很清楚你为什么要活着，然后你可以活得更好，而且你会有勇气，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你可以看到真正的自己。那你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人，所谓的赛德克巴莱，你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人。为什么赛德克巴莱他要去砍头？明明知道死，他还是要去。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爬山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知道很危险，可是我们还是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连死都不怕，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更有价值我们愿意拿生命出来，让连死我们都无所畏惧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寻死，我们是连死都不可以成为阻止我们活得更有热情，死都不是这个理由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所以探险是我面对生活、面对生命的一个方式。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你们自己的方式。谢谢。